嘿，今天玩玩具了吗？造型够有噱头，但嘴巴不会开，真的就失望了。本集来看看由千纸链出品的 RealBot 泛用人形核战兵器武者初号机，没有登场在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列，完全是千纸链原创的商品，由爆炸头武士知名的漫画家冈崎能士所设计，融合初号机还有日本武士的样貌，甚至连名称都有玩梗哦。原本的名称是泛用人形决战兵器，也改成泛用人形核战兵器。外盒因为本款的附件并没有很多啦，所以相对也就不大啦。不过盒绘还是有配合福音战士的风格。武者初号机本款就是个完全原创商品，而且没有额外的背景设定，所以这一段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啦。但是从腰间的绿色的外形来看，本款应该是依照新剧场版的初号机来重新设计，跟日本甲胄结合的确是够创意有噱头啦，一个不小心我就地下去啦。不含头上的角饰还有两边的肩膀，本款的头顶高大概是23公分，虽然看起来很娇啦，但其实关节部位都是合金哦，只是本款是千纸链出品，所以重量大概就是这么重啦。对照一下设定稿，虽然看起来会觉得很驼背啦，是因为本身福音战士的设定图也都是有一点驼背的站着，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设定稿没有上色，看起来说是武士，可是觉得比较像是竹青。部分细节也与设定图有所出入哦，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最终商品化的样子啦。全机涂装没有问题，但这个涂装时间久了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本款多数是采用较软质的材质，这个材质跟涂装通常会经不太起时间的考验啊，哪天就会变得黏黏的哦，这点会是比较困扰。金色的部分有弄了一些做旧涂装，不过就只有金色哦，其他的颜色都没有。尤其是紫色主色完全没有做旧，更显得那个金色部位有点突兀啊。但整体来说，涂装算是工整，配色的搭配也很不错，整体的色饱和度也比较低，提升了拟真感。血盆大口的血色也很漂亮哦。原本中心的核也刻意的选择金属红色，虽然知道是为了凸显原本核心的位置啦，不过以这款的风格来说，似乎也是有点突兀。造型的部分也没有什么问题，确实是有帅到。尤其前面提到整体的造型比起原设定图更加的帅气，也摆脱了设定图的竹青感，真正比较像是武士啦。身上的小细节还有用 Nerf 的 logo 改成了家徽也很不错。虽然官方很强调的背后那张脸也确实有趣，只是它没有任何机关。另外值得提到的是，身躯的底层有像是绷带般的造型，提升了不少视觉感，而且绷带的涂装也有做程度上的做旧感哦。同时脚掌也是有同样的绷带造型，我个人相当的喜欢。只是红色的腰间还有背后的那个圈圈，我手上的这一只有被压到，所以它无法在正中心，但应该可以用吹风机大法啦。不过我觉得我应该会懒得弄。然后这个零件非常容易掉哦，讲好听一点是方便调整动作啦。头颈部是分件，颈部绷带是独立零件哦，跟那个脖子是分开的。脖子本身主要提供前后调整的范围，但也可以有限度的转动。前面的小挡板可以调整位置，可是相对也对低头造成了阻碍。头部活动主要依靠头部还有颈部的双头球形关节，不过整体头部的转动角度还有范围都受限于造型啊，不算实用。还有我觉得相当致命的缺点，血盆大口做的那么棒，可是嘴巴作死的不能张开耶。初号机那么著名的暴走嘴开无法重现，失望。整体去看，毕竟是福音战士的类型，蛇腹多节式当然有提供了不错的可动范围哦，幅度表现相当优异。但是下两节的外装甲是没有固定位的哦，调整造型会需要自己手动转回来。手臂转动没有受限于肩膀的装甲，妥妥的360度转动。肩膀装甲有自己的独立关节，外层装甲是球形关节，内层的小装甲可以上下摆动哦。侧边的外装甲也有独立关节，肩膀的根部是一个大型球形关节，提供的多方向不小的调整幅度。手臂水平抬举大概会稍微超过90度一点。上臂的外装甲可以转动，可是上臂本身不会动。手肘关节是双头叉烧式，所以关节本身可以转动。下臂的转动则是因为外形，所以那个幅度不会太大。手臂弯曲的范围优秀。有附属5轴的替换手收，鹮部裙甲都是软胶材质，不过外层的紫色会比内层的灰色来得硬一点。但我手上又出现零件没有粘紧的状态啊，因此可以预期我手上这一只左腿的抬举范围会比较大。
大腿抬举不意外的受限不小，可是还算堪用。水平抬举因为大腿的双重设计可以达到90度，大腿根部绷带造型可以转动，黑色内衬裤的位置也可以转动。膝关节同样采用双头式，小腿可以些微的左右转动。膝盖弯曲虽然有些外形的干涉，可是幅度还是很好哦。但要小心过度弯折，小腿的插销会比较脱落。折回去的时候记得要装好，不然就会长短腿。脚踝绿色的装甲是独立可动，脚掌整体范围跟接地性都很不错，可是那个脚踝的保持力没有很好哦。前脚掌有一个可动，但是不是很紧，我自己有把它强化了一下。福音战士虽然外形设计理应要有很不错的可动性，不过并不是每一款商品化的福音战士都有很出色的可动性。本款在外形上明显有更多的妨碍，可是在关节的设定上有感受到用心哦。虽然感觉还是以最节省的方式达到最大的效果就是啦，但整体来说绝对足以使用，只是有软胶材质变形的问题，还有那个脚踝保持力太低，非常容易跌倒啊。本款附属的配件就只有少，有2把小太刀在双肩的装甲上，刀鞘本身是固定在上面的哦，不能拆下来。刀身可以直接抽出来使用，虽然这个位置是对应原本初号机的高震动粒子短刀啦，不过本款的小太刀在造型上并没有多做琢磨。附属了1把大太刀孙6刀，对应的是原本初号机的孙6式长刀，这个刀鞘确实漂亮，刻画的细节也很充分。只是与本体的连接点就有够粗暴的一根连接杆，浪费了刀鞘上的2个环啊！明明可以用更精致的方式装在本体上的说。刀柄相当的长，刀颚还有刀身的刻画细节呈现都没有话说。不过我对日本刀的认知有限不知道所谓的大太刀是不是长度比例就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刀身有一点短最后头上金色的角饰有多附属1根，避免弄断裤裤没得换。但是本款没有附属任何的地台支架哦，牵指链小鸡巴啦。虽然是没有任何背景设定支撑的商品，不过因为福音战士本身的知名度就够响亮的啦，本款就单纯是个风格化商品，没有背景设定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有些试水温的意味在只是这款的涟漪好像没有太大。整体来说，本款的商品呈现上算是中规中矩啦。关节在设定上有因外形做调整，因此本体的把玩性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采用软胶材质，也就表示黏黏的风险就一定在。本款的售价在牵指链上不算太高，但也没有太低。对应商品的表现，我是觉得还蛮有斟酌的空间的。当然，我个人是对不能开嘴这件事情比较在意啦，相当的在意可恶啊！为什么嘴不能开啦？总之，当初会定是因为觉得这个主题融合很有趣，本身我对初号机也不讨厌。综合来说，也确实算是个不错的商品，不会成为经典，但确实还行。只是那个配件有一点偏少，只是又不给地台支架，只是嘴巴不能开。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